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歐叉大力神的第一款成員鏟頭機。這一款從公布到出貨也是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同時期的叉社和 FT 已經出了好多款了，歐叉的第一款才剛剛到來。紙品、開頁說明書、紙質人物卡，還有一張紅色的條，是弄那個能量數值的，仿記憶老玩具。但是說明書也有漏畫的部分。紅蜘蛛加冕喇叭和其他兩家不同，並沒有使用電鍍的零件，而是一個金漆的塑料件。单体的小槍。还有一個夾子小工具，這個是捏那爆甲輪使用的。其實對於動畫片裡面的還原度，一些元素做的還是可以的，並且360度旋轉一下，背包這一塊控制的非常好，它都疊放到了身體裡邊，所以不會顯得很厚，重心非常的穩定。背後來看没有明显的偷胶面，而且这款身上甚至很少找到螺絲，也是在出厂的时候就给你把这些螺絲孔都堵了起来，这點好評。胳膊上面沒有輪子，藏到了肚子裡邊。小腿上邊的這個輪子也是等比縮小的，這家特色的一個爆甲輪，有一個一鍵變小的機構。但是整個的身材比例看起來不是很好看。首先，身體的這一塊空間裡邊塞了很多的東西啊，所以這一塊會很大。如果不算四肢的話，頭身的比例還是不錯的。裝上四肢以後，就感覺第一個肩膀靠下了。第二個胯部這裡明顯的有一個縮窄的趨勢，尤其並起腿來的時候，就感覺胯部在這兒，腿只是在中間，腿部長度感覺還可以，但是胳膊可能是肩部的原因，第一個靠下，第二個並沒有什麼起伏轉折，直直的兩條豎下來以後，沒有什麼過渡感，就感覺胳膊似乎有一些短。反正這一款的人形算是在3個形態之下被妥協下來的，畢竟它是要結合一體變形的一些結構和零件，所以呢有取捨也在所難免。但是妥協下來的竟然是人形啊，不免讓人覺得有一些惋惜。如果說能在車型妥協把人形照顧好的話，可能會更適合一些吧。頭雕造型還原度還是非常不錯的，360度旋轉，抬頭這裡是一個獨立的脖子關節。背後這一塊的鏟子並沒有像之前的幾家那樣去疊放它的支臂啊，而是進行了一個縮短緊貼背後的這麼一個操作，這塊做得很好啊，很整齊。肩膀平舉90度，360度旋轉，二頭肌根部360度，胳膊肘两段關節曲臂可以直接疊放過來，手腕360度旋轉，大拇指和食指獨立活動有多段軸，下3指是可以單獨分開的，不過只有一段關節。腰部360度旋轉，這個地方有齒輪定位，獨立的彎腰關節脫開裡邊的扣子，可以大概折到45度。胯部齒輪關節前踢90度多一些，後踢也完全不干涉。側抬90度沒問題。大腿根部360度旋轉，膝蓋這裡雙段的齒輪關節，所以屈腿的幅度還是非常不錯的。腳踝左右接地的時候，我們得腳尖和腳後跟獨立的掰，它這是2個肘，接地的範圍也可以。上手以後手感方面，這個料子還是非常不錯的，摸起來很潤澤。變形的時候，一些插扣的阻尼感也是非常舒適的。但是問題，它就非常不適合做齒輪關節啊。也是因为这個料子偏軟的一個韌性材質啊，你掰齒的時候肯定是要去通過齒的一個硬度去吧嘚吧嘚，尤其在這一塊支臂位置的齒輪，就聽這個聲音裡邊會很肉，我不知道這個形容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它就是掰齒的時候粘手。這種感覺是齒輪在摩擦的時候，它不是硬着跟這麼吧嘚吧嘚一個齒掰過去的，而是像這樣容易被帶着走的這種感覺。或者說把裡邊帶齒輪的零件換成更硬的材質會比較好一點。現在這個太粘了，而且下盤的這些齒輪關節沒什麼問題，問題是出在這一根關節將來以後是合體形態的腳部支撐位點。身上那麼多東西的重量全部壓在這裡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出現了。這款的設計上面還是有非常多精彩的地方。首先，小臂側面這裡，哎，可以伸出來一個小手機，還是翻蓋的，這個非常精緻的小零件，可以跟老大去匯報。插回去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這裡邊相當是一個燕尾滑槽，把寬的這一邊
折到裡面去。当然，你也可以跟这样反着插进来，哎，然後跟这個樣子變成手臂上面的通讯器。我們開始進入變形，第一步，打開小臂下方這一塊的蓋子，然後把拳頭旋轉180度，整個翻到袖子裡面去。這一塊不用幹，就打開它好了。翻到手臂的後面這裡，拉起來這一塊的鎖定的軸，哎，把它讓一下，鎖進去。這個地方沒有什麼插扣啊，就是放在這裡就行了。下一步，肩膀這2塊零件後方有2個小的插扣，其實插不太住啊，只是起到一個定位的感覺。把它拨開以後，順着下方這裡有滑道，把這裡整個的拉長，滑出來，然後往開掰。這塊鏟子在翻出的時候，說明書畫得很籠統啊，其實應該先打開。這下邊斷層的有一個蓋子，下方有插扣，我們把這一節翻開，折疊，然後再旋轉這個齒輪關節，再反過來，它這個時候就不會卡邊了。把它插上，左右這2片翻回來之後，跟中間的軸，這裡有2個鎖定點，把它定好位置。根部這裡拉到最底下，左右這裡翻起來2個扣子，順着這一塊的洞。給它鎖上，接着整個從後背這裡翹起來這一塊零件，打開左右這裡的2個插合點，前胸甲的位置對折起來，根部這裡有一個滑槽，再往下滑一下，放在這備用。現在我們就可以通過腰部的這一塊彎腰關節把它打開，打開以後這裡邊就對着了一個空槽的位置啊。我們先把它稍微往前推一推，下方這裡是一個鈎子，這裡小心一些啊，拐進去，然後再往下滑，再通過根部的伸縮關節滑道壓下去，這個時候就把鈎子跟這一塊掛住了，鎖好，但是別使勁拉了，剛才看那個鈎子在裡邊是一個90度的直接拐下去的零件，中間的綠色零件再往下翻折，我們就可以把輪子整個的翻出来，輪子下方這裡打開蓋子，這是一個關鍵的點。中間這裡是一個帶鎖扣的地方，它這裡有3個檔位。人形的時候鎖這邊，哎，載具形態我們把它轉一下，夾住。當你夾住輪子的时候，轉動是根據肩膀的這個關節進行旋轉的。但是打開以後，我們需要跟紫色底部的這一塊 C 型滑槽把它挪上來，看這個轉盤挪過來，好，讓這個鎖扣再鎖住這個窟窿，就相当於把肩膀往這個方向調了一下。現在90度，再把紫色的零件翻開，頭部已經到了胸口這一塊的地方，再反着折疊90度。手臂和剛才腹部折起來的這一塊中間有卡槽，把它固定，結合，對應這個位置插進去，夾住。哎，這個的變形想法非常不錯啊！從肚子裡邊翻折出來，再反着把胸口的這一塊零件包住，裡外翻。很有想法的一個設計，而設計非常好玩的，也是迷友們对這一套喜愛程度津津樂道的地方。打開以後，左右記得這兒有2個小鈎子，把它都拉出來，根部這一塊都是很纖細的。接着我們把這個壓下來，左右的小鈎子扣點再鎖進去，結合掛上。前方這一塊齒輪關節挨着根部就可以折下來了。然後是腰部中間這段綠色，推着中間的這個框子往上，有一個滑槽，把它推起來之後就可以旋轉了。打開以後翻起來裡邊的這一塊面板，把這個小的方向盤再折到位，這一塊整個90度壓下去，駕駛艙做出来。接着把这个90度先立到上邊，变成这个样子，不结合，等腿部。腿部变形也是因为这回的说明书画的比较迷糊啊。其实呢，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有4条腿，左右各变各的就行了。变形第一步，翻開中間這一塊鎖着位置，膝蓋這裡解鎖開，然後腿部這裡整個的翻開一些，腳後跟的位置我們先拉下來，
把这一塊零件腾出来，順着腿的側面這裡，掰開，它這有一個定位的扣子，腳踝這一塊旋轉個180度，把腳尖下方這個方塊90度折開，再把腳尖往回窩，跟這塊的形象拼齊。現在我們需要通過這2段齒輪關節把它疊放起来，各90度。這個我們先讓開，只折這條腿，然後再往內折，打開這一塊，輪子這裡折疊起來一個90度，它根部是有一個向外擴的軸的，讓開一點邊緣，然後這一塊有一個疊起來的帶子，我們把它完全的延展開，倒是延展到位，有些限位的點，不至于你轉暈了。好，這個時候讓過去輪子，我們把這一塊扣過來，這個結合好之後，記得把這腳後跟翻轉一個90度，貼成這樣。從這一面看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了。輪子下方這裡有2個定位的點，我們把這兒扣一下。現在就需要用這塊的扣子去找灰色的零件，疊一個90度，把這兒插住。對合起來以後，外側這裡是有齒輪關節的。這一條腿內側這一塊就沒有齒輪了，也是之前說的，它這一塊是左右同模開的零件，也為節省成本嘛。不過左右同模零件這個也是 MMC O 叉這邊的老傳統了，節省成本的一種做法，但是影響到了齒輪關節，這個是不應該的。4片我們全部折疊過來以後，就可以把這些扣子夾上，全部結合好。扣子非常的精準啊，而且在阻尼感上面做的也是不錯的，很輕鬆的就扣上去。後方的這2條包過來，对合在一起，下方這裡結合住。在內側這裡還有一個小鈎子，記得把它90度掰起來。上方這裡我們現在還沒有結合到位，需要把腰部折疊過來，前方這一塊中間有插口進行定位，後方這裡用2個鈎子給它掛住。整理一下，把這些扣子全部都掛上之後，整理小細節，中間的這2塊同時的90度折下來，扣眼对上。側面這裡有2個小的伸縮，把它推上去，擋住窟窿。這一塊是說明書沒畫的部分啊，其實這個還能90度翻下來。腳踏板跟前方的這一塊拼合在一起，側面看起來更加的整齊。上方頂棚的位置，根部的滑槽往後推，在這裡有2個扣子和後方這裡進行結合，推過來鎖住它。然後有2個莫名其妙的扣子在這兒可以翻出來，說明書也只是讓你翻出來，但是其意義不知道。有網友猜測呢，會不會將來以後插那倆翅膀用啊？這個到時候再看。目前來說，3形態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打開中間的這2片板，90度折起來。翻出裡邊的煙囱，這一塊翻折起來，壓下去以後把它对折，摆出來小細節的造型零件。掏出來帶的這個小鑷子工具，這裡邊有凹槽，捏着輪子的邊緣凸起處，然後壓着點往出一拔，輪子就爆開了。对比一下這個大小，這個想法還是非常不錯的。大小輪子的調整，而且非常方便啊，直接一拉把它拔開。不過在開盒第一次拉伸這一塊的時候，還是有一些緊的，稍微得揉着點勁兒，別拉豁了。整個拉開之後，這輛鏟土機的載具形態我們就变形完成了，相當的不錯呀！360度旋轉看一下。对於 G1 的造型還原度方面來說，還有它整個的一個包裹程度都是可以的，一些元素也是做的非常到位。推車是可以滾動的，我这個台面太滑了，因為它這一塊的輪紋都特別的深，轉起來還是挺溜的。而且這一塊爆開了以後，不是那麼輕易的容易頂回去啊，它裡邊其實是有限位的。座艙內部刻畫的細節不錯，前方的儀表盤、方向盤上面還有一個大的這種機械車適合轉向時候單手握的那個轉柄，這邊的小擋桿，腳丫子那2塊
90度折疊過來的零件正好变成了座位裡面的刻畫。這個空間放戴亞克隆小人是完全夠用的，甚至放頭領戰士的小人都沒問題。前方鏟臂的部位可以跟这樣抬起来，根部是齒轮關節，前方的第一節這裡也有齒輪可以旋轉，只不過容易把這兩邊側面的扣子崩開，你得捏着点。但是就像刚才說的啊，最後在变形合体的时候，這一塊它的齒輪是很肉乎的，你在掰着豁齿走的那種感觉。側面这裡的小楼梯用银漆勾邊刻畫出來，輪毂有上塗裝。後方這裡的指示燈、轉向燈，但是這一塊是露出來的空間啊，並沒有用板子遮蓋了，也是沒有地方去藏零件了。底盤來看，填得滿滿當當、整整齊齊，而且握把折下去，還可以把武器收納在這個空間裡面。頂棚上方這裡還塗了2個白色的燈，可以說載具形態是這款3個形態裡邊做的最棒的了。變形轉換過程也是非常好玩的，尤其這個爆甲輪是這款產品的一大特色。那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另一個亮點——一體變形的合體形態。先把這5個齒变成它的2個腳趾頭，最邊上的這個滑過來，哎，然後把這裡邊的扣子拆開。通過這一節疊放回去，然後根部的雙段關節往裡搓一下，再卡住，結合在一起。哎，這個樣子就把那個寬寬的鏟斗縮窄了之後，又变成了2個指頭。哎，這個縮窄的變形方式還是挺有趣的。把這兒翹起來，打開後方這裡的2個扣點位置。這一塊就不結合了，完全的展開，然後在根部這裡解鎖開這2塊的鎖扣，順着這個滑槽縮下去，縮到後方這裡還有一個鎖定的位點，把這結合。下一步我們把4個爆甲輪捏一下，縮短，這個很解壓的感覺啊，吧嘚一下縮下去。上方這裡蓋子摳開，煙囱放回去，另外的一邊要先翻折。打開之後再掀蓋子貼進去，這2個扣子翻平。側面這裡後方的這一塊腳踏收起來，然後順着雙腿中間的扣子把這裡全部掰鬆，稍微的讓出來一些。前方這裡主要是為了拖開這一塊的扣眼位置。現在我們就可以把2條胳膊90度打橫解放出来。然後再次拆開這一塊輪胎下方，順着這個地方再進行旋轉。注意看這一塊的 C 型的這一塊滑槽，我們把它滑到最上面去，筆直的擺下來。從裡邊看，這個扣眼滑正了之後，用中間的這一根小棍子把它鎖定，然後這下方旋轉一下，把這一塊的扣子頂上來。其實它這裡邊吧，並沒有什麼結合的锁定扣子啊，就是靠這個形狀把它咬合好。上方這一塊翻起來，然後把这個輪子根部又有一個滑槽往外推，推出來擺成這樣。另外一邊也是打開這一塊鎖定點，胳膊順着裡邊的 C 型旋轉到最上方。然後輪子延展開，把裡邊的小棍子翻折下來，這一塊鎖住，順着這兒轉一下，把這一塊的形狀位置定在一起，輪子往外推一點點。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把腦袋翹起來，旋轉個180度，讓側面的這2個窟窿露出來，翻起來人形肩膀上邊的2個扣子。再順着這裡90度夾合回來，扣在腦袋側面，感覺也不是插上去了，就是一個定位點。中間的駕駛室，我們把這個方向盤折回去，然後翹起來裡邊的這塊面板，180度翻折，把這一塊空間填平。腿部這裡完全解鎖，後方的這2條打開，順着側面先把這一條翻出來。你看這個一邊有齒輪，這個一邊沒齒輪，然後這條腿是這邊有齒輪，這邊又沒齒輪，所以就变成了都是單方向的，拉直它，順着外側的這一條
旋轉放下來，這個扣子插住，再把裡邊的位置旋轉90度，翻起來卡住。在人形的時候，腳踝側面後方這裡還有一個翻起來的零件，這個也是在說明書上沒畫的，很容易被遺忘掉。人形的時候要翻起來，載具形態和合體形態我們都要把它翻下去。外側的這一條打開輪子下方連接的插扣，把這塊的扣子給它卸開，整個的延展開，裡邊這裡翻起來，側面這兒還有一個小扣子，然後把這一塊折疊，這一條再回，變成人形时候的狀態。打開這一塊之後，順着這裡的齒輪關節180度往前繞一下，繞到最前方來，在合併之前先把輪子往內折，這一塊又有定位的2個扣眼，把它鎖上，再往下翻折90度這一塊，然後再從後方這裡繼續插合，鎖住。完全填上去，把这一塊鎖住，這個零件轉一轉，找回扣點，把它固定好。這一塊還是先不要扣合，頂棚這裡我們還沒有收納，拉起來，往下翻折這一塊面板，把這個窟窿堵上。頂棚的這一塊再打開，這裡折疊一個90度。現在通過滑槽壓到最底下，再順着這一塊放進去。側面這裡剛才翻出來的2個扣子和頂棚的側面這裡進行結合。同時咬合這3處的扣點，把它完全的夾住。後方這裡的扣子也就可以結合在一起了。捏一圈全部包好，這2片放平。前方的蓋板对折插扣，把它結合。所謂的一體变形合體呢，其實就是理論上很好理解，腿部分開了2個夾層，外邊相當於是包了一個框子，裡邊是腿部的核心位置，变成了組合形態大腿的地方，然後用外邊的這一圈包下來，再把輪子藏在芯兒裡邊填起來。這個想法非常的不錯啊，很好的利用了這些空間以及結構零件的轉換，变形完成360度轉一下，很工整的一個狀態。造型上面來說，雖說不是100%的去摳那些動畫片裡邊的變形細節，但是這套主打的是一體變形无配件式的這種合體。如果你是比較注重變形把玩體驗的，那麼你選 O-X 肯定是沒有問題。那如果你是對還原度要求比較高的話，那這一款的人形和最終的合體形態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麼好。這一款左右還是有接地關節的，腳踝前方這裡也是可以折疊旋轉，膝蓋位置這裡邊是雙段關節，通過人形的那個齒輪擺放。但是這一節齒輪旋轉會很硬，中間的這一個就不是那麼結實了。再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這個韌性比較強的材質啊，並不適合做齒輪關節。你在這一塊掰的時候，它除了這個齒輪關節就沒有其他的定位點了，包括這一塊的腳尖也是，還有在後方這裡其實也是一個定位擺放的狀態啊，不是說那種插得很結實鎖上去的感覺。還有就是腳踝這一塊的活動關節，它是為了保證可動性，但是這個軸也是有一些偏鬆的，所以我总感覺啊，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料子用的这种韧性的材质，不易出现白痕，摸起来把玩的手感也是会相当的润泽。但你在做一些支撑稳定和齿轮关节的时候，尤其它的尺寸是这么大，将来以后上面还有其他的成员压下来的时候，这一块脚踝的支撑性让人有一些担忧。所以我也猜测啊，这一款将来肯定得出什么加强补件。起碼把前後這一塊連接起來，作為一個穩定點的支撐效果。而且我看這個地方也是預留出來了凹槽的位置啊，這個凹槽是不涉及到兩個形態的變形過程的，所以肯定是為了做加強筋使用的。所以結論就是出發點挺好，如果你的尺寸做的不是這麼大的話，沒有什麼問題。關鍵現在它最後合體起來，那麼多的重量壓下來以後，你得考慮到重力的因素，能不能支撐住上面那麼多的成員。最後我們把現階段大力神之戰所有的隊長擺一起看一下。其實準確的說，前3款是50系的合體金剛 ，O-X 的這個尺寸上面明顯感覺小了一截，所以最終它的合體形態應該也會比其他的3家要矮一些。我估計到時候組合起來 O-X 的這一款應該也就是當年 IDW 45公分左右的那麼一個身高。左邊2個合
體形態以配件結合来主打高還原度，右邊2个主打一体变形，01的这一套也是一个半原創的風格，所以也是不在這個還原的行列裡邊。O-X的這個可能說是在這其中找到了一個平衡點，無奈呀，為了這些東西妥協下來的，只能犧牲掉人形的效果了。所以變形金剛設計到今天這麼多年過去了，組合金剛仍然是一個難題，這還是大力神。理論上大力神是最好完成一體變形合體的，可這其中你要追求還原度，要追求變形結構，還要追求一體變形的話，這個估計也是現階段技術解決不了的難題了，總是要有一些取捨的。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O-X 的鏟土機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